我正在直播呢，忽然有个男人反串成女生来跟我连麦。我来了10几年大姨妈，从来不用卫生巾，用纸一塞就行，省钱还省资源呢，照样活蹦乱跳。其实生完孩子根本不用坐月子，我剖腹产第2天就给老公洗内裤做饭，他都感动得哭了。可他们都不知道，我这直播间可是言灵直播间，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真的。我开了个情感直播间，专门给人排忧解难，好多女生上麦跟我聊家长里短，我都好脾气的给出解决办法。最后在他们下麦前，我还会微笑着说一句祝您如愿以偿。观众纷纷打字，哇，主播又美又体贴。我反手就是一句嗨老婆，主播可以换性感衣服跳一支擦边舞吗？哥给你刷跑车。我看了眼这条弹幕，是如履薄冰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呢，男朋友秦川就在旁边吃醋的嘀咕，就说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我不想让你抛头露面。我好笑的掐了掐他大腿，直接拒绝这名观众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情感主播，只倾听大家的心事，卖艺不卖身。如履薄冰继续打字，装什么？想赚这个钱还不愿意吃这个苦，当了女婊子还要立牌坊。我没理这人，看了看时间，告诉观众还剩最后一个连麦名额，今天直播就结束。这时有人申请匿名连麦，我接通，那头传来娇滴滴的声音，主播，我刚听了好多姐妹上麦吐槽，我不是来吐槽的，我是来吐槽他们的。虽然我是女生，但我觉得女人太矫情。刚刚第一个女生说自己来大姨妈了，男朋友还跟别的女生打游戏，我就不懂了，为啥男的不能跟别人打游戏？就因为你来大姨妈了，你就那么高贵？笑死，我来了20年大姨妈，从不用卫生巾，用纸一塞，省钱又省资源，还不是一样活蹦乱跳。还有第2个女人说自己生完孩子后，老公给自己煮白粥，我觉得她老公没做错啥呀。其实生完孩子根本不用坐月子，我剖腹产第2天就给老公洗内裤做饭，他都感动哭了。女人就该多疼老公，这样日子才能过红火。底下弹幕全是问号。正在连麦的匿名观众一看，更做作地说，你们别不服气，我老公就爱我这样勤奋懂事的女人，你们只要向我学，也能有这样的好老公。直播间的女观众气笑了，给奶整笑了，一股反串味，你不喜欢胯下那玩意就自己割了。您来了20年大姨妈，用纸塞的，咋没把你塞死呢？还剖腹产第2天就给老公洗衣做饭，赶紧滚，少他妈反串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最后弹幕群情激愤，这个匿名观众灰溜溜下麦，他下麦前我还是送上祝福，诡异一笑，祝您如愿以偿。秦川眨巴着眼睛，帅气逼人的脸上露出讨好的笑，花花，我可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千万别误会我。这张脸真是怎么看都不腻，我和他甜甜的睡去。早上我刚醒来，手机就弹出一条新闻，震惊，某男子深夜就医，下身流血不止，竟是因为生殖器官变异成女性的，不仅来了月经，而且塞满了纸巾。震惊，经医院检查，该男子身上有剖腹产痕迹，转往 ICU 时肚皮忽然炸开，不治身亡。秦川走了，出了命案，他得去调查真相。没错，他是个警察。傍晚我正准备直播呢，大门突然被敲响，2名警察来到我家，把我带回了公安局。在审讯室门口，我碰到了神情担忧的秦川，他穿着制服，不停地跟身边的中年男人解释，昨晚的事确实很古怪，但绝不可能是陈花做的。我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我能作证。你们带他来干啥？中年男人应该是他上级，一脸威严地说，秦川，你身为队长，得给受害者一个公道。要是真和你女朋友有关，你在这世上就得避嫌。我们现在只是例行问话，你要是再这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很快我被带进审讯室，中年男人问我，陈花，昨晚你是不是在直播间跟一个叫如履薄冰的男人发生过口角？我仔细想了想，点头。中年男人又问，你因此怀恨在心，对吧？我笑了，整个人放松下来，靠在椅子上。您说笑了，网上几句口角哪能当真呢？更何况是如履薄冰骂我，我没还嘴。最后他上麦污蔑女性，我还笑着听呢。直播间所有观众都能给我作证。你们不去抓这种挑拨男女对立的恶人，跑来抓我算啥？也不知道我被带回公安局的消息咋传出去的，众多直播间粉丝纷纷在网上为我发声，说我人美心善，绝不可能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到了审讯时限，又没证据，警察只好放我回去。回去的时候有点晚了，但我还是照常开了直播。不知情的观众在弹幕里聊起新闻，
你们看到早上的新闻没？有个男的居然变异来了大姨妈，肚子还炸了。我靠，听着咋跟昨晚那个观众有点像？有心之人很快就联想到这。其他帮我说话的粉丝赶紧阻止他，别胡说，哪能有那么诡异的事？咱们花姐可是个普通小女孩，别吓到她了。没人知道，我可不普通，我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天生言灵师。我从小父母双亡，师傅把我养大，还告诉我们这种人本该天生聋哑，这样才不会给别人带去灾难。可我却是个健康人，也是个特例，所以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，和人保持距离。师傅去世后，我独自在山里住了很多年，最后因为一些事决定入世。下山第1年，我遇到了热情大方的秦川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快坠入爱河。因为我不爱出门，也没朋友，最后我决定搞个直播玩玩，这才有了这个情感直播间。今天连麦的观众都很正常，就是一些情感纠纷，不算啥大事。直到最后一个年轻女孩出现，她跟我点的是视频连麦，我接通后看到她那张瘦弱发黄的脸，她怯生生的自我介绍：花姐姐你好，我来自关州10万大山，我叫陈招娣，我想读书，可家里没钱。我爸爸前年上山打柴把腿摔断了，妈妈是精神病，家里负担重，只能靠弟弟勤工俭学养活。这个直播间人多，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好心的哥哥姐姐能资助我，我以后一定不忘本。说着，小姑娘还把身后破破烂烂的房子展示给镜头看，看到她孱弱的身躯和那环境，观众纷纷心疼。招娣这名字就知道这小姑娘过的啥苦日子。关州10万大山，那可是真正的高山老林啊。招娣，你给个账号，姐姐每月给你资助2000元，直到你大学毕业。好，我也资助2000。我也是。我本想说点啥，可看着大家这么激动，又想到师傅那句话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尊重他人命运，我便没再阻止。一时间，直播间成了募捐圣地，就连秦川也捐了5000元。陈招娣喜笑颜开，连连道谢，收款声不断。直到他下麦，我才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祝你如愿以偿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玩手机，直播后台突然来了条私信，看头像是那个叫陈招娣的小姑娘。她发疯似的质问我：你做了啥？为啥我爸腿断了？妈疯了？为啥我成了我姐？你到底干了啥？我没理她私信。累了一天的秦川凑过来抱我，好看的眉眼皱得紧紧的。花花，他这话啥意思？见我笑而不语，他犹豫着开口：要不你别直播了，歇一阵吧，我能养你。一个个都把你当许愿机，来你这许愿，平白给你惹这么多麻烦。看着他真诚的模样，我捂住他眼睛，钻进他怀里，笑嘻嘻的打岔：也许我还真就是许愿机呢。师傅说过，我的真实身份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就算是爱人孩子也不行，所以我不会告诉秦川我的身份，至少现在不会。人的欲望最是无穷无尽，也最可怕。第二天我醒得很早，刚睁眼就看到秦川坐在床上，拿着我的手机，死死盯着我。有人发消息把我吵醒了，我不是故意偷看的。我亲了亲他脸，表示没关系，这才接过手机看。打开手机，发现直播后台有个陌生账号的私信，他 ID 叫重新开始，跟我说：花姐姐，我才是真正的陈招娣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咋做到的，但我非常感谢你。短短2句话，却透着股莫名的怪异。我很清楚，这是之前连麦的后遗症，只是不知道我的言灵之力对陈招娣影响有多深。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。秦川休假了，说要带我去南疆旅游。如履薄冰的命案还没头绪，这时候休假很奇怪，但我没拆穿他，只是笑着应下。毕竟直播有部手机就行，在哪儿都能播。我们在南疆玩了3天，秦川一直心事重重，直到我提出要去关州看看，秦川这才松了口气。他小心翼翼看着我的神色，犹豫地说：花花，我不是故意瞒你，只是这事太诡异，领导说或许在陈招娣身上能解开谜团，我只是想去弄清楚，不是怀疑你。我根本不在意，怀疑我也没傻，我等的就是他们的怀疑。我们又花了3天，翻越深山，一路问一路走，终于找到陈招娣家。村子破落，只有些老人在屋外发呆。我们过去问陈招娣的事，老人浑浊的眼球看向我们，最后视线定在我身上，露出迷茫。他嘟囔：女娃娃，你长得有点像我一个故人。正好我又问了一遍：老人家，您知道陈招娣吗？老人这才回神，叹息道：招娣呀，那是个可怜孩子。陈家就2个孩子，
陈招娣是姐姐，生了她后，陈家父母就想要儿子，给她取名招娣。陈招娣从小就不受父母待见，常挨打骂。1个月前，陈招娣刚满15岁，就被父母卖到村委60岁瘸子家。花样年华，一生基本就这么完了。瘸子对她很不好，还变态，每天夜里村里都能听到陈招娣的哭喊。可1个星期前，陈家出事了，陈父上山打柴摔断腿，陈母半夜离奇疯了，关在瘸子家的陈招娣也变了。她哭喊着：“我不是陈招娣，我是陈家宝。”这荒唐的话谁信？一团乱麻中，那个20祖弟弟陈家宝性情大变，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上学读书，村里老人都夸，看来陈家这独苗经此大变，终于懂事了。按老人提示，我和秦川去陈家。路上，秦川低声问：“花花，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为啥老人家说你面熟？”我挑挑眉，掩去眼里的冷光，也许我长了张大众脸吧。到陈家后，果然有个勤勤恳恳的男孩子在挑水。知道我们来意后，陈家宝腼腆又警惕，啥也不说，只抿着唇说要看书了，叫我们快走。看着这家惨状，秦川也不好意思勉强。临走前，我借口上茅厕，看到陈家宝在茅厕门口等我，他扑通跪下，谢谢花花姐。那天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和弟弟换了身体，我变成了陈家宝。我偷偷去瘸子家看了，弟弟变成了陈招娣。酒鬼爸爸腿断了，把我卖给老头的妈妈也疯了。我变成陈家宝后，在他破旧手机里发现个 AI 换脸软件，这才知道那天他去你直播间用我的身份骗钱了。那些钱我会还给大家的。我满意一笑，摸摸他头，不用还了，以后你就是陈家宝，再也没人欺负你了，好好生活。好孩子，你会如愿以偿的。还有，别告诉任何人你认识我。没错，我一开始就知道跟我连麦的陈招娣不是真的陈招娣。我也很清楚，第一天那个匿名反串的如履薄冰就是诡异死去的男人，可他们都是自作自受。严灵师从不主动害人，但也不会拒绝有人自愿送死。这些自愿送死的人被反噬得越狠，严灵师得到的力量就越大。坐在返程的飞机上，我闭着眼睛假寐，想着真正的陈招娣的话：“花花姐，那你还会回来吗？”我说：“等我报完仇。”身边秦川犹犹豫豫地问我：“花花，你有没有啥秘密瞒着我？”我睁开眼，亲昵地揽住他胳膊撒娇：“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最喜欢的人。”最喜欢却不是最爱。秦川疲惫地拍拍我的头，不再多说啥。等下我直接回队里，你自己先回家。我微笑着点头。一张看不见的大网在他头顶缓缓展开。回家后，我第一时间打开直播软件，我的主页仿佛成了许愿池，无数观众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反馈。上个月在这许愿，希望以后不挂科，没想到这个月考试一门都没挂，可我根本没听几天课呀。主播神了，我来还愿。我和老公结婚5年，一直没怀孕。上次跟主播连麦说希望有个孩子，然后我昨天一测，果然怀孕了。刚去医院检查说是双胞胎。我也是，我奶奶生了重病，医生都下病危通知了。那天无意中刷到花姐直播间，哭着留言说希望奶奶痊愈，长命百岁。今天医生说奶奶的病开始好转了。看着这些反馈，我微微一笑，深藏功与名。这次直播观众更多了，但我每天只连麦5个人的规矩没改。很多人叫嚣，听说主播很灵，连我，我有好多愿望想和主播说，能不能帮我呀？我连了4个观众，正要连第5个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豪气的在我直播间刷了1万块礼物。那人打字道：“连我不够再加钱。”土豪不露脸，声音也经过简单处理，听不出男女，但能清晰分辨出是个年轻女人。只听他说：“我看到网上的传言了，听说你这很灵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我爱上一个男人，他有家室，可他跟我说他会离婚，只是他老婆死活不同意。”直播间观众纷纷打问号：“不是吧？现在小三也敢上麦了？”女人声音冷淡地继续说：“他自己说他和他老婆20出头就结婚了，那时候年纪小，没得选择，也不懂啥爱，说我教会了他爱，他爱的是我。”我盯着他的 IP 地址，好脾气的笑笑：“那你要我帮啥呢？”女人忽然变得歇斯底里，直到我怀孕，我才知道她一直在骗我。她把我抓去医院，不顾医生劝阻，强行给我打胎。可我的子宫壁比常人单薄，一旦打胎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了。她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直播间观众评价：原来是因爱生恨。女人自顾自继续说话，声音里带着刻骨的狠毒。没错，
所以我要报复他们，我希望他们一家子全死在手术台上，体会我的痛苦。直播间理智的观众急忙劝我，主播，这小三说的话可不能当真啊，你千万别同意，那个男人的老婆孩子是无辜的。而我只是仔细翻阅后台自动检测出的 IP 地址，确认是那一家子无误后，这才轻启朱唇，祝你如愿以偿。本是地产巨鳄一家出行，车子开到某无人路段时，方向盘突然失控，车辆翻滚着火，最后被好心路人看到，120赶到时，一家3口已经烧得面目全非。送到医院，经过1天1夜的抢救，3人好歹保住性命，可却全部被截肢，容貌尽毁，双目失明，声带受损，以后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并发症，在手术台上度过。这则新闻爆出后，我的主页瞬间沦陷，无数网友纷纷赶来留言质问，主播，你也算公众人物，怎么能为小三做这种事呢？真恶心，善恶不分，取关了。也有网友持不同意见，退一万步说，这个男人找小三就没错吗？为啥都来指责主播？就算他有错，错的也是他，不是他老婆孩子，凭什么诅咒他老婆孩子呢？我没去管这些纷纷扰扰，听到敲门声后，照常拉开家门。我又进了公安局，这次警察对我没那么好态度了。陈花利用邪术谋杀3人，你还不从实交代？我不慌不忙地盯着中年警察的眼睛，证据呢？没证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中年警察怒目圆瞪，冲外面大吼，还不滚进来！这时审讯室的门被推开，赫然是秦川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的男朋友，秦川避开我的视线，低下头，递上一支录音笔。中年警察轻轻一按，录音笔里传来2道熟悉的声音：花花，你有没有啥秘密瞒着我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最喜欢的人。等下我直接回队里，你自己先回家。中年警察神情大变，一拍桌子站起身，猛地瞪着秦川，你不是说你录到了证据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秦川高大的身影佝偻下去，整个人透着无尽的疲惫。对不起，是我急功近利乱说的。秦川被撤职了，他跟我一起回了家。回家第一件事，他就从衣柜里又摸出一支录音笔，和刚刚那支一模一样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轻轻按了播放键，里面传出另一段对话，正是我和陈家宝的。以后你就是陈家宝，再也没人会欺负你了，你好好生活，好孩子，你会如愿以偿的。还有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认识我。我的神情冷了下来，后退一步，防备地看着秦川。你啥意思？秦川却不管不顾，走上前把我搂进怀里。其实我录到了证据，但我替换了。花花，这样还不能证明我对你的心意吗？无论你想干啥，我都会永远陪着你。原来所谓去南疆旅游，也是警局故意安排的。在关州10万大山，我去上茅厕时，秦川跟在我和陈家宝身后。他明明拿到了证据，却没上交。原来他这么爱我。我感动地看着秦川，把脸贴在他胸口，柔声说，你带我回家见父母，我们把婚事定下来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秦川爱我，当即没异议，明天中秋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中秋啊，那的确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看着面前的大别墅，我面上露出惊讶，心里却不为所动。川哥，原来你是富二代呀！秦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这都是父辈的钱财，跟我没啥关系，我还是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。秦家是知名慈善企业家，在本地也是龙头，好评如潮。我一进门就听见里面秦母训斥，我说了，今天川儿带女朋友回家，叫你早点回来，你为啥还是现在才回？又去找你的小妖精了是吧？秦父也不满地回嘴，你咋那么多事，更年期了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你还有啥不满？两人吵吵嚷嚷，秦川脸上露出尴尬。我状似好奇地问，网上不是说你爸妈很恩爱，白手起家，患难与共，是商界模范夫妻吗？我们2人走进去，秦家父母顿时安静下来，尤其是秦父，和善地冲我笑，陈花小姐，听说你就是网上那个很有名的直播锦鲤，原来我的名声传得这么远了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只是秦父在饭桌上对我的能力多有试探，言语中还有些警惕，惹得秦母很不高兴。张家一家3口都没了，这就是因果。10年前那件事你够了。秦父猛然一拍桌子，砸下碗筷离去。秦川也生着闷气，拉我回到客房，给我道歉，说他爸妈就这样，总爱斗嘴，叫我别介意，订婚的事明天再说，然后看我睡下，他才离开。房门刚关上，我就睁开了眼睛，把门反锁上，这才拿起手机打开了直播。
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晚了，在线观众不如之前。正因如此，我也一眼就注意到了自己想等的人。手机自动检测 IP 地址的软件提示我，第一个连麦的人就在秦家别墅。来人顶着一串数字昵称，一看就是新号。他刻意压低了嗓子，声音粗嘎，单刀直入：主播，我想许愿。我也压低声音回道：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是情感直播间，专门倾听你的心事，排忧解难，不接受许愿哦。至少明面上如此。男人沉默半晌，这才继续说：好，那我就跟你聊聊吧。我是农村出身，靠自己本事博得大城市富家千金相嫁，我也算是入赘他家。但是我一开始的确是因为爱情，我们也很恩爱。可老丈人去世后，我接手了家里企业，当牛做马，已经偿还了所有恩情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把生意越做越大，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，手段也越来越狠辣。生意场上嘛，难免有些烟杂事，这不稀奇。可问题是，我老婆知道我所有的秘密。以前我还觉得没啥，但现在我已经是一方大鳄，可她却总在我面前念叨从前那些事，叫我不要行差走错。我应酬时，不过和别的女人多喝了几杯酒，她就撒泼打滚，说她才是原配，是陪我一路走来的人，让我有点良心，还威胁我，如果我继续这样，就把我之前做的恶全捅出去。你评评理，生意场上逢场作戏不是很正常吗？成大事者本就该不拘小节。以前她也是非常温柔美丽的千金小姐，可现在每天也不打扮自己，只知道像泼妇一样骂我、威胁我、侮辱我，就连儿子带女朋友回家，老婆还要拆我台。我憎恨现在的她。我耐心倾听着，直到她说完，我才温和地问：所以你是希望你老婆变回那个年轻温柔的她吗？男人低沉一笑，嗓子里挤出诡谲阴狠的声音：不，我希望她意外身亡，偌大的家业归我一人，再也没人可以管束我、威胁我。看吧，一个男人真正心狠的时候，是不会想着和你离婚，让你来分家产的。直播间观众纷纷刷屏：不要啊，主播，你现在的行为越来越助纣为虐了。三观不正的主播，你要是答应他，我就举报给官方封杀你。我却没在意这些威胁。无论是如履薄冰，还是陈家宝，或者是张家三口，亦或是现在这个男人，从来就不是我找到他们、怂恿他们的，是他们自愿的，我何错之有呢？更何况只差这个人，我的计划就完成了。我绝不能心软。想到这，我含笑点点头，正要说出那句祝你如愿以偿时，房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。我和秦川面面相觑，他着急地张嘴想要制止我：花花，求你别。我微笑着看他，却还是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话：祝你如愿以偿。直播间那头的男人仿佛得了天大的好事，匆匆挂断，只剩我和秦川四目相对。他痛苦地看着我：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和我订婚，你只是利用我来秦家。我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面前，伸出纤长的手指，在他大腿间摸索。他想来抓我作乱的手，却被我反手一捏。他堂堂一个7尺男，竟然无法再动弹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我从他裤兜里摸出一支录音笔。我把录音笔举到他面前，嘲讽一笑：彼此，你不也是假装背词，上演一出苦肉计，取信于我，准备打探出真相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所谓录音笔偷梁换柱，是秦川和中年警察演的一出戏。我把录音笔扔到地上，赤着脚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圆月，陷入久远回忆。秦川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10年前那件事，今天本该是我阖家团圆的日子。整栋别墅陷入死寂，只有我娓娓道来的声音。你不是想知道直播间的真相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不姓陈，我姓陈，我叫陈花，一语成谶的谶。我们这一族天生是言灵师，言出法随。当然，实现愿望越大，面临的反噬也越大。所以我族一直隐居关州10万大山，少和外人打交道。要是有需要，就去陈家村的小卖部偷偷购买和换取物资，多年来一直如此。我比陈招娣大3岁，小时候跟着爸爸去陈家村买东西时见过陈招娣，那时我7岁，他4岁。他穿着破烂衣衫，小脸冻得通红，寒冬腊月还在帮家人洗衣服。我想帮他，爸爸却告诉我，人各有命，不能轻易干涉别人因果。要是同情他，以后就偷偷给他些钱财。我们的能力意味着灾难，有人奉我们为神明，有人视我们为撒旦，有人许愿，有人诅咒。我们能做的就是装成平凡人，好好活着。所以我和秦川去关州10万大山的陈家村那次，被我们问路的老人会觉得我眼熟。
爸妈如此小心，最后还是被陈招娣的父母发现端倪。我们的身份被那对恶毒恶心的夫妻捅出去。一次酒后，他们告诉了远房亲戚，那个亲戚在城里务工，就是如履薄冰。得知这个秘闻后，如履薄冰直接告诉了城里人，也就是张家和秦家。然后我父母被抓走，被圈养，成了张家和秦家获取权力财富的垫脚石，直到他们被反噬死亡。如果我有罪，那这些人呢，岂不是罪恶滔天？10年前那场大难让我父母惨死，只剩我一人，我成了孤儿，得师傅收留，换个深山老林隐居，这才平安长大。我怎能不恨呢？张家和秦家如今的一切都是我父母拿命换来的。下山第1天，我装成猎物偶遇秦川，后来又弄了个情感直播间，看似无意地透露自己的能力，让当年那些人找上门来。这就是因果。只是秦川和他父母不一样，朝夕相处这1年，我发现他的确是个好人。可再好的人也抹不去10年前的仇恨。我讲完故事，秦家别墅深处响起女人凄厉的呐喊，那是秦母的声音。秦川慌了，痛苦地看着我，说了句：“你别走，我会想办法还你们家一个公道。”说着，他朝秦母房间跑去。现在还不能走，之前那些仇家我都没亲眼看到下场，不能错过秦家这个机会。我跟在秦川身后，远远的，只见秦母房间门微敞，嫣红的血正顺着门缝缓缓流出。秦父握着匕首，跌跌撞撞从房间出来，看到秦川，他惊恐大喊：“川儿，不是我杀了你吗？不是我，我刚刚明明要睡觉了，可不知为啥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身体了。”我在他们身后露出畅快的笑：“你当然不知道，那是炎灵之力的作用。你不是说想要他意外身亡，偌大的家业归你一人，再也没人管束威胁你，你亲手杀了他，这怎么能不算意外身亡呢？秦川，身为警察，这次你又该如何抉择？”警笛声和救护车声一起响起的时候，我奋力朝窗户奔去，一跃站上去。听完所有故事的直播间观众纷纷抹泪，打字说：“花姐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不知道真相，以为你是故意害人。花姐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，你才18岁，人生才刚刚开始。花姐，错的是他们，你没错。”我轻轻一笑，摇了摇头。杀人害命，这的确是我身为炎灵师的大忌。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直播，谢谢你们这些天的陪伴，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送上祝福，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能一生顺遂，衣食无忧。直播间几千万人，善良的人很多，我这般巨大的祝福导致消耗的炎灵之力异常庞大，七窍都开始疯狂往外渗血，格外可怖。我知道我被反噬了，活不长了。我抬脚往前，注意到我危险的行为，秦川大吼：“陈花，你下来！”我只是看着他笑了笑，毫不留恋地说：“再见。”警察破门而入的瞬间，我再往前一步，不，最后一眼是秦川朝我扑来的惊惶模样。我脚底悬空，整个人朝外跌落，嘴角带笑，坠入滚滚车流。番外，10年前的趁族惨案被翻出，真相大白。秦川亲手把所有犯人抓进监狱，除了已死的如履薄冰和秦母，瘫痪的陈招娣爸妈、张家夫妻、秦父等人都被判了刑。秦川也因父亲杀妻丢了工作，从此他游荡在黑白边缘，当起私家侦探。有人问起他，他只说在找人，一个女人。我本以为死定了，可再次睁眼，只觉浑身剧痛，尤其是脸，但我确实还活着。仔细回忆，坠入车流后，好像是被一辆车救了，而且别墅区本不该突然出现那么多车，这是诡异，肯定是谁提前预谋的。我站起身，环顾四周，陌生的环境。走到镜子前一看，是一张陌生的脸。在我身后，有人端着要出现。我扭头看去，不禁大喜，是你。